央视节目组到罗布泊拍摄节目，竟意外遇见盗墓贼。我们发现盗墓者了，他们现在有6个人，正在狙击我们。这些盗墓贼就是一群要钱不要命的疯子，朝着节目组就扑了过来。这种情况下头，我们一看，这就是立即呢，通过中央电视台向有关部门报案。公安部门接到报警以后，连夜出发。前面说停车，我们否则我们开枪了。前面说停车，我们开枪了。事情发生在2002年的夏天，中央电视台记者马辉召集了一支强悍的队伍，准备全程直播徒步穿越罗布泊。没想到竟有了一次奇遇，在到达预定地点之后，一行人就开始为直播做准备。就在这时，随行的向导吴世广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儿。在这寸草不生的荒漠当中，竟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车辙印。踩点的过程中间呢，我突然呢，就是那天早上过去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条河道里的一条非常崭新的一个车印。常年跟沙漠打交道，向导很快就判断出这印子出现的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。要知道，罗布泊可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禁忌之地，有多少专业的探险家葬身于此？他们可不会天真的认为这些人是来这里旅游的。吴世广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出现在罗布泊一共有2种人，一个是探险考古工作者，一个就是盗墓贼。但是在炎炎夏日，探险者根本就不可能选择这个时候来。节目组选择跟着车印四处搜索，他们更加希望这只是一个巧合。然而现实给他们狠狠地上了一课。眼前的盗洞随处可见，现场更是一片狼藉，棺材被毁得一塌糊涂，干尸一个个被扔在外面，身上的衣物扒得破烂不堪。一个头颅就随意的抛弃在那里，那个头颅上面的睫毛纤毫毕现，它甚至眼睛的眼帘都没有破损，就仿佛入睡。为了得到干尸身上的随葬品，他们不惜将这些干尸肢解，带不走的文物就被随即丢在地上。从西方探险家从这里带走的文物就能知道，画满神秘图案的精致陶器、精美的彩色棺材以及大量的古货币，每一件都令世人惊叹。斯文赫定更是邂逅了2000年前的楼兰古城，使深埋沙土下的古楼兰文明成为了他国的温藏珍宝。而现在，这些盗墓贼竟还在打这些文物的主意。跟随着盗墓者留下的印记，节目组的车来到了一片红柳滩上，在这里还残留着一堆刚刚烧过的篝火，锅里的食物还是温的，显然这些人就在附近。节目组驱车刚行驶不久，突然在一个土丘上面发现了几个人影，他们正努力地向外挖沙。2、3、4、5、6，肉眼可见的就有6个人。摄像机刚记录下来他们的恶行，这些盗墓贼也发现了节目组的身影。他们并没有感到害怕，因为他们也知道来这个人烟罕至的地方的人多半是同行，只不过是有证和无证的区别罢了。仗着人多势众，从土丘上朝着节目组径直冲了过来，这是想要黑吃黑。一看这种情况，节目组哪还能愣着，赶紧撤呀！因为不知道盗墓贼手里是否有武器，节目组的人员赶紧上车，离开后第一时间通过中央电视台向有关公安部门报警。然而此时距离警方赶到还需要10几个小时，他们又该如何自救呢？央视节目组到罗布泊拍摄节目，竟意外遇见盗墓贼。我们发现盗墓者了，他们现在有6个人，正在狙击我们。这些盗墓贼就是一群要钱不要命的疯子，朝着节目组就扑了过来。公安部门接到报警以后，连夜出发。前面说停车，我们否则我们开枪了。前面说停车，我们开枪了。但是罗布泊根本就没有路，复杂的路况，遥远的路途，警方还能成功抓到那些盗墓贼吗？节目组又该如何和那些盗墓贼周旋呢？发现盗墓贼以后，节目组先是召回了所有前去踩点的人员，将他们集中在一起。为了防止盗墓贼半夜偷袭他们，还专门自制了一些陷阱，在木板上钉上钉子，然后用沙子隐藏起来。
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，另一方面要是盗墓贼逃跑，说不定这些东西还能阻止他们，为警方拖延时间。到了深夜，还专门派人值岗，每个人的身边还必须放置一个趁手的武器，方便应对突发情况。等到了第二天下午5点多，历经20多个小时，警方陆续到达目的地。节目组见到警方，才算是松了一口气，随即就向他们介绍起了盗墓贼的情况。现在有2辆212吉普车，这个有没有武器不知道，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非常害怕的样子。由于现场人员有限，秉着全员皆兵的原则，警方将他们分成了几个抓捕小组，准备从各个方向围追堵截盗墓贼。在一望无尽的黄沙里面，一个活物甚至是一个不属于这里的东西都显得格外扎眼。很快，抓捕分队就在雅丹的避风处找到了盗墓贼的宿营地，不过却没看见一个人影。警方推测他们很有可能外出去踩点呢，距离肯定不会太远，于是就派人前往高处的雅丹上观察，还真发现了盗墓贼的影子。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，只要是车一过，必定飞沙漫天。确定目标以后，警方拉上警笛，立即前往追捕。一听见这，盗墓贼顿时就慌了，也不管方向对不对，油门踩满就开始狂奔。在这戈壁滩上，盗墓贼根本就无处遁形。照这种情况下去，只有2种结果：被警方抓住，或者迷路在这戈壁滩上，做一缕幽魂。但警方来的目的不仅仅是抓捕盗墓贼，还要追回那些被盗走的文物。为了避免意外发生，警方立即向盗墓贼喊话：前面说停车，我们负责，我们开枪了。前面说停车，眼看着盗墓贼不当回事，大队长果断下令鸣枪。这下盗墓贼也不垂死挣扎了，果断停车等待抓捕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，历经1个多小时的追捕，终于将6名盗墓贼全部抓获。在对犯罪车辆进行检查的时候，在场的人一个个被惊掉下巴。车上满满当当摆着40多件文物，1000年前的丝绸、衣物、铜镜、玉器琳琅满目。最让人们感到愤怒的是，其中一件被剪下了一角的织物，这是古人用来包裹尸体的地毯，颜色十分鲜艳，就像是新的一样。但由于太大，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卖上价钱，于是选择剪了一小块，或者将那些文物拆解，等让文物贩子看过以后，看看值不值钱，然后再来这里取出完整的文物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罗布泊漫漫黄沙之下，掩盖着难以计数的珍贵历史遗迹，楼兰古城以及小河墓碑的发现，一次又一次震惊了考古界，同时也吸引了不少盗墓贼前来。不过，罗布泊设立了文物保护区，安排了专门的巡逻人员，让那些猖狂的盗墓贼无处遁形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